我因为不聪明，被送进了宫。进宫前，阿娘嘱咐我万不可对帝王动心。我问阿娘，什么叫动心？就是你只要看见他就会开心。我不解，歪着脑袋问他，比吃红烧肉还要开心吗？比吃红烧肉还要开心100倍。我立马拍着胸脯保证，这辈子都不会对任何人动心。毕竟这世上没有比红烧肉还要好吃的东西了。直到那日，传言中嚣张跋扈的贵妃笑眯眯地塞给我一块甜糕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长姐是京中第一美人，琴棋书画无一不通，是享誉盛京的才女。二姐自幼习武，13岁就跟着祖父上战场，16岁就已是圣上亲封的千户侯。至于我，是文不成武不就，脑子还不太灵光的国公府3小姐。我3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，太医说烧坏了脑子，不至于痴傻，但是干什么都比别人慢半拍。一直到我15岁，都没有人上门提亲。之前好不容易定下的平阳侯小世子，也因为有了心上人，同我退了亲。我问阿娘，是不是因为阿谀不聪明，所以才没有人愿意做阿谀的夫君？阿娘闻言眉毛一竖，俯下身子，很认真地看着我。谁说我们阿谀不聪明了？咱们这叫大智若愚。阿娘说，大智若愚的意思就是有大智慧的人都像阿谀这样。原来大智若愚的愚是阿谀的愚啊。岁末，宫里突然来了旨意，要我进宫，府里一下子就乱了起来。阿爹背着手满院子的走，阿娘被他晃得心烦，干脆一巴掌抽了过去。阿爹疼得龇牙咧嘴，却不敢说话。最后他蹲下来陪我一起数蚂蚁，数到第37只的时候，阿爹突然开了口，阿鱼啊，想不想进宫？进宫做什么？做皇帝的妃子。皇帝是谁？就是阿鱼以后的夫君。那阿鱼以后就不是没有夫君的笨蛋了。我高兴地跳起来。阿爹背过身去，偷偷用袖子捂住眼睛，最后他还是没忍住，扑进阿娘怀里哭起来。我笑着看他，阿爹羞羞脸。阿爹顿时哭得更大声了。进宫那天，长姐偷偷塞给我好多画本子，她平日里从来不让我看这些个烟杂书的，说这些个情情爱爱的书最是无用。可今日竟破天荒给了我10本。我瞪大了眼睛看她，高兴地大叫着要去抱她。长姐却别过脸，低声道，小声些，别让你二姐姐知道了。什么别让我知道了？话音刚落，二姐就出现在我们身后。她自小随军打仗，平日里最是一板一眼。阿爹阿娘骄纵我，长姐偶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唯有二姐姐，她拿我当蛮子整，犯错了再挨罚，背不出诗要挨罚，就连偷吃了厨房的酱肘子也要挨罚。我吓得缩在长姐身后，长姐艳若桃李的脸上扯出一抹讨好的笑来。二妹妹，毕竟是阿鱼进宫的日子，你且就。话还没说完，二姐姐突然丢过来一个包裹，闷声道，你那都过时了，这些是圣经最时兴的。说完她转身就走，步伐快的仿佛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。长姐打开包袱，瞬间惊讶出声，霸道帝王俏寡妇，没想到你二姐姐竟然好这口。宫里来接人的嬷嬷开始催了，再不走宫门就要关了。马车车轮吱吱呀呀的转，阿爹阿娘和姐姐们的身影越来越小。我探出脑袋使劲的瞧，可怎么也看不见了。车子驶过繁华的街市，最后在宫门前慢慢悠悠地停下。嬷嬷说接下来的路马车进不去，要我自己走。我跳下马车，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宫墙，青瓦红墙好像一眼望不到头似的。我背着我的小包袱，2条腿扒拉得飞快。嬷嬷起初迈着小步子走，后来开始小跑着追我。小主，慢些。我扭过头冲她招手，嬷嬷快些。可身后的嬷嬷却脸色大变，突然跪伏在地。我转过头，只看见一架红木镶金的布辇，上面的人斜斜地倚坐着，身上穿着绣着靛蓝色祥云纹的玫红锦缎，可再艳丽的锦缎都不及眼前这人半分颜色。我本以为长姐容貌已是举世无双，却不想这人比我长姐还要艳丽3分。我一时看呆了。
直到面前宫女打扮的人厉声呵斥：“你是哪里的丫鬟？见到贵妃为何不行礼？”身后的嬷嬷连忙西行上前：“贵妃娘娘恕罪，这是国公府上的三小姐，圣上新封的于答应。于答应新入宫还不懂规矩，还请贵妃娘娘恕罪。”直到此刻，那不撵上的贵妃才把视线落在我身上，她艳丽的脸上扯出一抹更艳丽的笑来，那双微微上挑的桃花眼玩味地对上我的视线。告诉本宫，你在看什么？娘娘好看。贵妃闻言突然笑了，她朝我招招手，我乖顺地走过去，仰头看她。贵妃银白修长的手指慢慢挑起我的下巴。你说，本宫今日若是治你个大不敬之罪，再杖杀了你，会如何？话音落下，身后的嬷嬷连忙磕头，大喊着贵妃息怒。我歪着脑袋认真思索了一下，道：那我阿娘会很伤心的。什么？贵妃身上嚣张的气焰瞬间没了大半，她漂亮的桃花眼微睁，又问了一遍：你说什么？您杖杀了我，我阿娘会很伤心的，不止阿娘，阿爹也会伤心的，还有长姐、二姐姐、陶嬷嬷、李叔还有阿花，他们都会伤心的。贵妃好像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问了一句：阿花是谁？阿花是我养的猫，它可胖了。贵妃无语，贵妃望天，贵妃挥挥手让我滚。嬷嬷吓得顾不上尊卑，按着我的脑袋给贵妃行了个礼，麻溜的就跑了。她带着我到了一处很偏僻的寝宫，我歪着脑袋好奇地打量着上面的字：春和宫。我喜欢这个名字。宫里好半天才迎出来一个宫女，嬷嬷交代了一声就走了，只是看着背影，隐隐有几分落荒而逃的意味。我抱着小包袱进了院子，负责伺候我的宫女叫采莲，她长着一张很可爱的娃娃脸，笑起来的时候会有2个酒窝。我爹说了，进了宫，我就是娘娘，会有很多漂亮姐姐伺候我，我需要什么同她们说就好。所以我放下包袱，十分豪情万丈地冲采莲道：我要吃肉。采莲愣了一下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小主这是饿了吗？奴婢马上去传膳。说着就风风火火地离开了。等他走后，我默默掏出长姐塞给我的后宫生存守则，第1条就写着：作为一个合格的后妃，对于宫女太监说话气势要足，必要时给他们一个眼神自己体会，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主子。我想着自己刚刚喊得足够大声了，于是在这条后面满意的打了个勾勾。没多久，采莲就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个端着精致餐盘的宫女。布完菜后，只剩采莲在一旁服侍。我学着生存守则上写的那样，鼻孔朝天，十分嚣张地坐在桌子前。可是看着桌子上的菜，我却傻眼了。这一小碟酱黄瓜，一小块炖肉，一小盘鱼肉，一小碗汤，还有一大盆炒青菜。我刚刚摆出来的气势瞬间垮了下来。宫里这么穷的吗？我在家早饭都不只吃这么点。采莲更震惊，她从来没见过哪个娘娘能把饭吃得这么干净，就连碗底的酱汁都用馒头刮干净了。吃饱喝足后，我开始认真研读长姐给我的后宫生存守则。第2条，身为一个合格的后妃，一定要高冷，最好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。这个我最擅长了。然后我就水灵灵的错过了第2天早上给皇后请安。一个长得5大3粗的嬷嬷找过来的时候，我还在睡觉。她站在床边，语气不算太恭敬地喊我：奴婢奉皇后娘娘的命来请小主。声音很大，一下子就给我吓醒了。我迷茫地看过去，眨巴眨巴眼睛看她。那嬷嬷看我醒了，又粗着嗓子喊了一遍：小主，皇后娘娘有请。我点点头，利索地穿上衣服。后宫生存守则第3条，除了皇上外，皇后最大，千万不能忤逆她。我看着那嬷嬷，昂着头，十分豪情万丈地说了一句：走吧。嬷嬷的表情不算太好，一路上都阴沉着脸。等我们终于到了皇后那里，屋子里围满了人。见我进来，一群美人转过了头。那一瞬间的视觉冲击力实在太震撼了，我感觉鼻子有点痒痒的。突然有人惊叫出声：呀，她流鼻血了！
几个妃嫔过来手忙脚乱地给我止血，一条香香的帕子搭在我的鼻子上，视线上移，美人肤如凝脂，胸脯饱满，看得人鼻头一热，一股热流再次喷涌而出。几个妃子大叫起来：太医，太医，夭寿了！据说那天皇后娘娘本来准备好好教训我一下的，结果她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我就卸洒她的景仁宫。根据当时在场的妃嫔描述，皇后娘娘仅用一个眼神就吓得我血流不止，那血流了一地啊。后来此事越传越夸张，于是进宫第3天，我就被召见去了皇上寝宫。太监来宣旨的时候，采莲看我的眼神写满了崇拜。他说新入宫的娘娘起码要排1个月的队才能见到皇上，我以后必定荣宠加身。可我此刻全然没有半点喜悦，只感觉天塌了。后宫生存守则第4条，不能随便跟皇上睡觉，如果实在躲不掉，就被女戒催眠皇上。可关键是我根本不会背女戒啊。不过反正都是背东西，不知道背画本子有没有用。二姐给我的那本《霸道帝王俏寡妇》我已经倒背如流了。皇帝的寝宫离我住的地方很远，来接人的小太监抬着我7拐8拐，我险些都要睡着了，终于被抬到了皇上的寝宫。不愧是皇上，住的地方比我好多了，入目都是金灿灿的，就连床边边上都镶了金子。皇上来的时候，我正蹲在地上偷偷抠金子，他绕到我面前，有些疑惑地开口：你很喜欢这张床吗？我吓了一跳，瞪大了眼睛看他。面前的男人约莫26、7岁，眉目俊朗清润，一身黑色蟒袍绣着金边，衬得整个人不怒自威。我尴尬地搓搓手，站起来，也没有那么喜欢啦。皇上笑着招呼我坐下，于答应，自在随意便好。他说这几日忙于政务，忽视了我，以至于让我受了委屈。我虽然蠢笨，却也知道皇上并不是看重我，而且看重我身后的家族。进宫前，我爹就拉着我的手告诉我，他手里有20万大军，只要他不倒台，必能保我一世荣宠。要知道本朝总共40万大军，一半都在我爹手里。皇上人还挺好的，安慰了我几句，就让我自己先睡，他说还有公务要处理。我也不客气，倒头就睡，睡到日上3竿，这才晃晃悠悠地往自己住处走。路过御花园，正好碰见2个妃子在吵架，我偷偷躲在假山后面听。穿粉色衣服的说穿绿色衣服的假正经，绿衣服的骂粉衣服的妖里妖气，两人眼看就要打起来了。又走过来一个穿白衣服的，娇滴滴的喊着2位姐姐不要打架。粉衣服和绿衣服也不吵了，开始骂白衣服的死绿茶。白衣服被骂的脸都红了，但就是不还嘴，只会嘤嘤的哭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暴喝，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，成何体统。3人一惊，只见一个身穿紫色宫装的女子在众人簇拥下走了过来，正是我之前见过的贵妃。她依旧是那副明媚动人的样子，红唇娇艳，说出来的话却十分冰冷。既然3位妹妹都这么闲，正好本宫前几日掉了个檀木手串，便劳烦3位妹妹帮本宫找一下。3个妃子立马诚惶诚恐地跪下。贵妃锐利的眸子轻轻一扫，还不快找，找不到，本宫可是要罚你们的。最后一句话说得极轻，却莫名透着几分杀气。下一秒，那双漂亮的眸子突然越过3人，直直地落在我身上。呀，这里怎么还藏了只小老鼠？后宫生存守则第5条，装怂才是真本事，被刁难时一定要顺着对方。所以当贵妃的视线跟我对上的时候，我直接一个滑跪就跪到了贵妃脚边。贵妃被吓了一跳，等她看清我的时候，突然笑了。本宫记得你，圣上新封的于答应。我闻言抬起头，正对上一双勾人的桃花眼。后宫佳丽3000都比不上贵妃娘娘凤仪万千在此刻具象化了。我只感觉鼻头一热，鼻血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贵妃慌了，香喷喷的帕子堵住我的鼻子，声音都带上了几分颤抖。于答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贵妃的手好软啊。不开玩笑，我当时咔蹦一下就晕了过去。晕过去前，我只听见贵妃颤着嗓子大喊：于答应，你不要死啊！
太医说我是最近吃太多肉了，又缺乏运动，导致肝火旺盛。后宫生存守则第6条，干饭人永不为奴，要想吃饱饭，一定要跟御膳房打好关系。所以我这2天闲着没事就往御膳房跑，还偷偷塞给了主管好多银子。我这几日的伙食那是相当丰盛。贵妃听完太医的话后挑挑眉，当即撤了御膳房刚刚做好的红烧肉。红滋滋油亮亮的红烧肉被无情地端走了，我感觉我的心也跟着走了。这一刻我终于理解了话本子里的爱人错过是多么撕心裂肺，痛不欲生。我以后再也不嘲笑男主失恋了跑大街上淋雨了。想哭，长姐说我是大孩子呢，不能随便哭鼻子，哭也不能让人看见。所以我委屈巴巴地看向贵妃，娘娘您能先出去一下吗？贵妃挑眉，双臂环胸不肯走。不行，万一本宫走了你偷吃怎么办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竟如此薄弱。这下我真没忍住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贵妃懵了，贵妃慌了，贵妃想拿帕子给我擦泪，这才想起她没帕子了。她只能尴尬地抬手一把捏住了我的嘴巴，不准哭，语气凶巴巴的。我不哭了，眨巴着眼睛看她。她递过来一碗粥，吩咐道：喝光它。贵妃的语气好像在训狗啊。我接过碗，老老实实的喝粥。喝到第3碗的时候，贵妃终于忍不住开口问我：宫里平时不给你吃饭的吗？连续吃了半个月白粥咸菜野菜窝窝头，我终于能吃上肉了。红烧肉入口的那一刻，我激动的险些就要哭了出来。家人们谁懂啊？贵妃就不是很懂，她尖细的手指头戳着我的脑袋，好奇地问：这油腻腻的东西有这么好吃吗？我夹了超大一块红烧肉递给贵妃，这块肉最大，而且肥瘦相间的刚刚好，我一直没舍得吃呢。贵妃皱皱眉，她一直都不喜欢吃这种油腻腻的东西，但是看着我小狗一样亮晶晶的眼睛，她要是拒绝了，我恐怕会哭得很惨吧。想想就很烦，所以她干脆张口，本来只想咬一小口的，结果我直接一整块都塞了进去。贵妃瞪大了眼睛，她从记事起眼睛就没睁过这么大，因为她娘说上位者从不用正眼看人。软糯黏腻的胶质裹着滚烫的油脂，似丝绸般划过舌尖，爆开浓郁的香气。鱼答应嚼嚼嚼，你放肆嚼嚼嚼。我笑弯了一双眼睛，我就说嘛，红烧肉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阿娘的担心纯属多余。经此一事，贵妃同我熟络了许多，她依旧是那副嚣张跋扈的样子，但是我却不怎么怕她了。那人啊，最爱装腔作势，其实心肠比谁都软。我发现宫里没有话本子里说的那么可怕，而且我还交到了一个新朋友，她是御史大夫的千金，进宫后被封了下常在。她平日里胆子可小了，长得也是小小的一只。给皇后请安的时候，跟我一起缩在小角落里，我还把话本子分享给她看，她眼睛都瞪圆了，嘴里不停念着成何体统，可是眼睛却死死盯着话本子。我本以为宫里的日子会一直这么风平浪静下去的，直到宋才人怀孕。宋才人原本是个小宫女，皇上醉酒宠幸了她，随意封了个才人就没再理会。但是谁也没想到她竟然怀孕了，她不敢声张，一直瞒着，直到肚子再也瞒不住了。而此时肚子里的孩子已经5个月了。要知道，当今陛下子嗣稀薄，只有皇后娘娘膝下的大皇子一位嫡出。贵妃提起这事时满脸不屑，有她宋音如头疼的了。宋音如是皇后的闺名，河宫上下敢直呼皇后名讳的，除了皇上，怕是也只有贵妃了。贵妃对皇后总有一种莫名的敌意，凡事都要跟皇后作对。我不理解，但是我知道贵妃是好人。皇上知道这事后，只淡淡应了一声，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重视，这让宫里的娘娘们都放宽了心。有了孩子又如何？皇上根本不重视。可是总有妃嫔坐不住的，在宫里去母留子是常有的事，何况这么多家世好的娘娘们没有子嗣，难免不会动心思。夏常在那天来找我的时候，突然说了一句宋才人很可怜的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又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，只让我自己去看。
我不想去。阿娘说，在后宫最重要的就是明哲保身。可是我不去找麻烦，麻烦却不肯放过我。宋才人难产了，生了1夜，终于生下来一个小公主。可是宋才人却没保住。皇后带人浩浩荡荡地闯进我宫里的时候，我正在吃点心，还没来得及请安，就被粗使嬷嬷摁住。他们说是我害了宋才人，她是因为吃了我送去的糕点才早产的。可是我根本没有送东西给她。一旁的淑妃娘娘咬牙狠笑，于答应当然不会承认，但这东西你总赖不掉吧？说着，她丢过来一个食盒，紫色雕花点缀，上面还刻了一个小小的鱼字，的确是我宫里的食盒。而这东西我前不久只给过。我难以置信地看向夏常在，他眼中闪过一丝心虚，别过脸，不敢看我。于答应，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？我静静地跪在地上，垂着脑袋，一言不发。那一刻我在想，不知道我爹的20万大军能不能救下我？如果能的话，我就不把夏常再供出来了。他爹没有20万大军，会挨板子的。挨板子很疼的。皇后到底是顾忌我的家事，只关了我禁足，说交给皇上处理。晚饭只有一小碗白粥，我安安静静地吃着，头一次觉得白粥原来这么难吃。禁足第3天，门猛地被推开，阳光洒进来，我看见一身紫色罗裙的贵妃，她冲进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傻子。被冤枉不会说吗？你是傻子吗你？长嘴是干嘛用的？就知道吃吗？被好朋友背叛我没有哭，被冤枉我没有哭，被关禁闭我没有哭，就连吃了3天白粥我都没有哭。可是如今看到贵妃，我突然有点委屈，眼泪也不争气地往下掉。听说皇上本来要罚我去冷宫的，但是贵妃闹了一通，非逼着皇上彻查此事。皇上这人是个好皇帝，勤政爱民，只是一个人把心思都用在了家国大事上，那么后宫就很少顾忌了。我们只是他取来平衡朝廷的摆设，所以那些个后宫纠纷，他一向懒得理会。只是这次贵妃不依不饶，闹着不肯罢休。忘了说了，本朝40万大军，我爹占了20万，另外20万在贵妃他爹手里。所以皇上还是彻查了这件事，抓到第10个宫女的时候，终于有人招了。原来淑妃跟夏常在是表姐妹，她见我同夏常在关系好，便想把这事推到我头上。一开始是想让我亲自去见宋才人，谁知我看着蠢笨，却不肯上套。夏常在怕被淑妃责罚，便自作主张要来了我的食盒，买通了我身边的宫女，伪装是我，将掺了药的糕点送给了宋才人。要知道皇后有子嗣，贵妃家又手握重兵，宋才人一死，这个孩子最有可能由淑妃抚养。可他太急了，又找了个猪队友，这是做的漏洞百出，偏生这次又碰上一心想为我出头的贵妃。贵妃见我哭得实在可怜，也不忍骂了。她捏了捏我的脸，这几日清粥白菜我都瘦了。贵妃掏出一块甜糕，随手塞进了我嘴里，语气嫌弃又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柔和。别哭了，愁死了。乖，本宫已经替你报仇了。甜腻腻的味道在嘴里散开。那一刻我突然懂了阿娘说的，原来这世上真的有比红烧肉还好吃的东西啊。淑妃被打入冷宫，夏常在直接赐死。我不懂，为什么淑妃这个主谋没事，夏常在这个帮凶反倒要死。可贵妃说，这世上不是所有事都讲道理的，唯一苦的就是那个孩子了。我想去见一见夏常在，他依旧是那副胆小的样子，一个人躲在角落里，本来就瘦，如今更是瘦得厉害，仿佛风一吹就要倒了似的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他见我来，嗓音陡然尖利。我摇摇头，从食盒里拿出点心，这绿豆糕，你之前说你最爱吃了。夏常在闻言站起来，一把扫落面前的绿豆糕，冲我大吼：你知道为什么我爱吃绿豆糕吗？因为在夏家，只有夏人才配吃绿豆糕。我一个庶女，本就是奴仆般的存在，你让我如何反抗？我又能如何反抗？他把糕点一股脑地扫落在地，随后用力地推搡我，让我滚。我被推出门外，房门重重地关上。
我眸色暗了暗，默默攥紧了手上的纸条，而那上面只有3个字：对不起。宋才人生下的是个小公主，眼下出了淑妃那档子事，河宫上下没有妃嫔愿意抚养那个孩子。贵妃见状，直接从嬷嬷那把孩子抱过来，塞进了我怀里。我养。我怔愣地看着怀里粉雕玉琢的小婴儿，她看着我，咧开嘴突然笑了。贵妃轻轻握住我的手，本宫是那么不讲义气的人吗？这小东西当然是本宫陪你一起养了，他以后就是我们的孩子了。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我点头，用力回握住贵妃的手。皇上懒得理会后宫的事，也不在意小公主由谁抚养，甚至连名字都没给小公主起。我翻着书查了好几天，最后决定给小公主取名岁安，唯愿她岁岁平安。岁安3岁那年，荣嫔有了身孕，她平安诞下一个小公主。一开始那些个妃子们还会争宠，后来见皇上是个不开窍的榆木，一心就扑在朝政上，索性绝了争宠的心思。后来一个个的竟迷上了打牌。有一次皇上翻到陈贵人牌子的时候，他正在牌桌上大杀四方，据说人被抬走的时候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。再后来皇上干脆连牌子都懒得翻了，一心扑在了政务了。宫里就这样相安无事了好几年。岁安7岁的时候，跟侯府的小世子一起逃学，2个人跑去掏鸟窝，结果被贵妃逮个正着。她提着棍子追着岁安满宫跑，我在后头追着贵妃满宫跑。后来我们3个跑累了，就躺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云彩笑。笑够了，贵妃用手指用力戳了下我的脑袋。你就惯着他吧，早晚惯得无法无天。慈母多半儿。我不答话，只是笑。小孩子就是该按着自己的心意，快快乐乐地活着吗？岁安16岁那年，匈奴来犯，他们偷袭了临城，甚至嚣张地将守城将领的头颅快马加鞭送来京都。那群蛮荒之人占下临城后表示，只要周朝割让临城并送来一位公主和亲，便不再进宫，甚至愿意善待临城百姓。匈奴人一向凶悍嗜血，朝中一半的大臣都上书主张求和。和亲历来都是养兵止戈最好的手段。太祖皇帝就曾让嫡出的西河公主远嫁漠北，换来了周朝与漠北100年的和平。一时之间，后宫人人自危。宫中适龄的公主一共3位，其中就以岁安年岁最大，也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她生母出身低贱又早亡，只是和亲的旨意还没传下来，贵妃就拿着一杆红缨枪破开了御书房的门。我带着岁安赶过去的时候，就看见贵妃一身红色旗装，手中一杆红缨枪映着天光，寒意凛冽，枪尖直指帝王。岁安扯着我，让我去劝贵妃，这样的以下犯上可是死罪。我没有动，他不管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他。何况这是为了我们的岁安。贵妃家有20万大军，如果不够的话，那么还有我爹的20万，总归能保下岁安的。皇上站在高位，他挥手让一旁的侍卫退开，看着贵妃，目光沉沉。谢官堂，你想造反不成？贵妃挑眉，冷艳开口。周成玉，一个破匈奴，你若是怕了，我替你去打。送女儿和亲算什么本事？还不等皇上生气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怒吼：放肆！皇后带人急匆匆地赶来，她直接跪下请罪：臣妾管教后宫不严，请陛下恕罪。这就将这封父带回去好好惩治。说着，她拉着贵妃就要走。贵妃站在原地，高傲地仰头看着皇上，不肯走。皇后叹了口气，只好同贵妃并肩站着，局面一时僵持不下。就在这时，岁安突然甩开我的手冲了过去。父皇，岁安愿意和亲。你这孩子胡说什么？皇后连忙去捂岁安的嘴。皇上看着这一幕，突然笑了。你们啊，你们，朕再怎么糊涂，也不至于让人踩到脸上了，还要上赶着送亲女儿去和亲。匈奴人这等无耻鼠辈胆敢来犯，朕必让他们有去无回。这是我第一次从向来温和的皇上脸上看出杀意。诚如一开始所说的，他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也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好皇帝。
不过，皇上话锋一转，又板起了脸。贵妃言行无状，越发放肆了，朕可要好好罚你。贵妃笑着开口，语气难得有几分娇嗔。陛下尽管罚，只要不让遂安和亲，臣妾怎么着都行。皇上无奈地摇头。那就罚你日日去佛堂抄经诵佛，祈祷朕凯旋。陛下，众人都听出了皇上话里的意思，他竟是要御驾亲征。皇上出征那日，后宫的娘娘们连牌也不打了，整天往佛堂里跑，抢着要为皇上诵经。贵妃一开始还能稳稳地抢到前排，后来就被挤到了角落里，再后来干脆连佛堂都挤不进去了。许是各宫娘娘们的诚心感动了上天，前方捷报频频传来，我军不但拿下了临城，甚至将匈奴打得连连败退，一直退了鞅水之外。匈奴被吓破了胆，连忙求和，赔了好多牛羊，还送了个公主过来。皇上不肯要，想把人退回去，结果那公主死赖着不肯走，皇上没办法，只好把人带了回来。匈奴的公主不算白皙，是健康的小麦色，眉眼深邃，有一种英气十足的美。她进宫后就一直缠着皇上，听说是一见钟情。皇上吓得好几天没敢来后宫，其他娘娘们都在下注，赌这个公主什么时候死心。毕竟皇上他是真的不解风情，公主再怎么努力，也纯属媚眼抛给瞎子看。可惜公主不知道，她甚至一来就放话，日后必得皇上独宠。年轻的小公主本以为会迎来一场腥风血雨的宫斗，结果几个娘娘们都眼睛晶亮地看着她，一脸崇拜，就连皇后都笑着鼓励小公主勇敢追爱。奈莎公主傻眼了，周朝不愧是大国，连后宫的女人们都如此大度，不像她阿夫营帐里那几个女人，为了争宠每天都打架，最凶的时候还闹出了人命。娜莎那时候心里的想法就是，完了，匈奴对周朝这辈子只有俯首称臣的份了。后来大家一起打牌，娜莎依旧豪言壮志，势必要追到皇上，就算追不到，让他睡爽了也行啊。众人哄笑，只当他年轻不懂事，孩子心性。谁也没想到，娜莎这一追就是一辈子。用他的话来说，他们草原儿女认准了就绝不放弃。有一年的岁末，皇后突然病了，明明前几日她还笑着同我们说，明年想去江南看看的。荣嫔就是江南人，她说那里山美水美，碧湖上画舫游船，满池荷花香。她如果有机会出宫的话，就在江南开一家糕点铺子。皇后也笑着应和她，说到时候就在她旁边开一家首饰铺子。我们都知道这是奢望，入了宫的女人哪里能出去呢？皇后14岁进宫，这一生都困在这矮矮的宫墙之下了。皇后一连病了好些天，突然有一天，她精神大好，孩子气地缠着我们带她去放纸鸢。遂安欢快地跑着，纸鸢越过了高高的宫墙，她把线递给皇后，皇娘娘，你的病要快些好起来，我们下次还要一起放纸鸢。皇后柔柔地笑着说好。她仰头高兴地看着纸鸢，看了好久好久，看它飞过宫墙，看它高过御花园最高的那棵杨柳，看它越来越高。突然，皇后手一垂，人再也没有醒来。皇后薨逝，满宫哀悼。我头一次见不可一世的贵妃红了眼眶。宋音如这家伙就是个大骗子，说好了要斗一辈子的，他怎么就一个人走了呢？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一辈子那么短啊，短到还没来得及再陪皇后放一次纸鸢。后来我又跟贵妃去放了一次纸鸢，只是这次连同纸鸢一起上天的还有皇后的小象。在纸鸢飞到最高点的时候，贵妃剪断了线，断了线的纸鸢越飞越高。皇后娘娘，不对，是宋音如，你要努力的飞啊，飞过宫墙，飞过那些规矩枷锁，去江南看一看，去看看那些你向往的大好河山。再后来，皇上给了恩典，特允我们这些妃嫔出宫，有子嗣的可以随子嗣去封地，没有子嗣的也可以自己寻个去处。他说眼下太平已经拖累我们前半生，总不能再拿家国做借口，困住我们这些女子后半辈子。我最后一次见皇上，他老了许多，头顶多了白发，
只是那张脸依旧温和如往昔，好像好多年前。他笑着同我说：“鱼答应，自在随意便好。”我这一生真的过得自在随意。我和贵妃没有去遂安的公主府，而是选择去四方游历。皇后曾向往的那些个天地，我想替她去看看。我们一起看过太行雪岭的银龙盘亘，行过蜀道栈道的云影徘徊，见过漓江竹筏破开镜中画，也在漠北的孤城里数过漫天星辰。再后来，贵妃说想回家看看，我们又再次回了京都。遂安早已嫁人，还诞下一个女儿，同她一样玉雪可爱。只是看着我孤身一人，她恍惚了一瞬，强撑起一抹笑问我：“于娘娘，谢娘娘她可是又自己偷跑去别的地方玩了？”我笑着摸摸手里的陶罐，她在呢，以后都不会乱跑了。贵妃到底没撑到回京都，她死在了漠北晴光最盛的那天。大漠晚霞映在她依旧璀璨的眸子里。我谢官堂这一生值了，只是对不起，没能陪你走到最后。我笑着抚过她眼角的细纹。谢官堂，我还是喜欢你嚣张跋扈的样子。我的身子也越发不好了，记忆开始断断续续。最近的事情记不大清了，可是过往却越发清晰。记得有一次我贪玩落了水，当晚就高热不退。那时候我以为我要死了，握着贵妃说了好多遗言。贵妃焦急地打断我：“阿鱼，你不准死，你死了，你阿娘、阿爹、长姐、二姐姐、陶嬷嬷、李叔、阿花，他们都会伤心的。还有我，阿鱼，我也会伤心的。阿鱼，你要长命百岁。”谢官堂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能长命百岁了。就是不知道那莎公主最后有没有打动皇上那根木头。荣嫔的糕点铺子如今生意如何？皇上是不是还喜欢半夜看奏折？遂安要是没有娘亲了，会不会偷偷哭？一个穿着粉衣服的小女孩跑过来拉我的手，软声道：“祖母，来陪念念完。”我笑着伸出手，眼前出现的却是一身红色旗装的谢官堂。他拿着一杆红缨枪，朗声说要带我闯荡江湖。这人真是的，都一把年纪了。我摇摇头，颤颤巍巍地起身，用力握住他的手。谢官堂，那就最后再陪你胡闹一次。说好了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